听说何妹妹又被那几个贵女给缠住了。哎，你就不能走快一点？你就不怕何妹妹被那几个女人给生吞活剥了？各位都很关心我和我夫君之间的感情。哎呀，你们窥见的不过就是冰山一角，没瞧见的多得去了。这样出类拔萃、佼佼不群的男子，却偏偏只独宠我一个人，眼里都容不下别人。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夫君，我有一些想喝羹，帮我盛一碗吧。难怪叫你这样生气，果然是有些小手段。来为爱而活着。说起来啊，我这儿还真有一件事儿，要劳烦一下你们。相爷言重了，您尽管吩咐。此人叫柴安喜，目前就在济阳，劳烦你们顺手将此人除掉。这绣罗坊啊，是济阳当地最大的成衣店，店里呢还有实心的首饰搭配。这店可是怀瑾让我找的，他说参加宴会的都是济阳的名门贵胄，所以啊，你们能否在济阳立住脚跟，就在此一举了。着装上一定要镇得住场面。哎，到了。人靠衣装，你得让怀瑾送你一件漂亮衣裳。城里素。谢谢都督。走吧。哎，干嘛？我也想买衣服。人家小两口的事，你跟着掺和什么？他俩又不是真……哎，走走走，那边有药材铺，咱们去看看，对你著书立说有帮助。哎，啊，这位夫人可是要买衣服？咱们绣罗坊可是咱济阳最大的成衣店啊，夫人请。
不好意思，我的手帕打扰到公子了。夫人若是喜欢这件，便买下来。哎呀，公子啊，您真是好眼力呀！如果您的夫人穿上这件藕色牡丹素玉裙，哎，那定然像画上的仙女似的。老板，这件衣服我家小姐要了。哟，严大小姐怠慢了，还请见谅啊。夫人，您看这，您再另选一件吧。老板，这一件我家小姐也要了。老板，这里边也是衣服吗？哦，是夫人，里边都是本店的珍品，更有本店的镇店之宝——娇绡流仙衣。好，夫君，那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去里面逛一逛。公子，小女御史大夫严陵之女严敏儿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夫人，这件天香绢玉裙的款式简单又大方，而且您看这颜色也很衬您的肤色。您穿着这件去赴宴的话，定然不会失礼，严小姐，而且必然会艳压群芳。好，就这件了。这件我家小姐也要了。这位姑娘，请问方才是有得罪你吗？没有啊，我不过是挑了件衣裳罢了，是你想多了。既然如此，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。这件衣服我定了，若是姑娘喜欢，麻烦请老板再替你去寻一件便可。真是没见过世面，这绣罗坊的衣裳每样只有一件，本小姐就看中了这一件，你另选吧。那该不会一会儿我选什么，姑娘便要什么吧？这就要看本小姐的心情了。老板，这件还有这两件，这些我家小姐都要了。啊，这，夫人，您看，老板不必担心，我方才便想说，这几件衣服都是我替这位姑娘选的。你故意的，你知道本小姐是谁吗？虽然不知，但想必姑娘的家世很是不错，不过家学却欠了不少。要知道，若是仗着基业洋洋得意，恐怕会坐吃山空。你发生何事？这位公子，我不过是与这位姑娘看中了同一件衣服罢了。若这位姑娘真心喜欢这件衣服，小女愿意割爱。只是这位姑娘却故意捉弄小女，着实令小女委屈。我问的是我夫人，我只信她说的。方才不是说有件镇店之宝，拿来与我夫人看看，我夫人自然是要穿最好的，才能与她相配。啊，几位随我来。公子啊，这件娇绡流仙衣，我敢说，在大魏也仅有这么一件。这个面料是从一位海商手中花重金买来的，不过那个背搭才是奥妙无穷啊！
它在密窑中浸泡过，水火不侵。夫人穿上它，不仅好看，还能防身。您要是喜欢，可以让夫人试试。多少钱？哦，100两。小姐，咱们还是走吧。若是老爷知道您花100两买一件衣裳，定会重罚。不过是100两，若能博得夫人一笑，便值得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姑娘，记得把账结了。老板这小本买卖可比不上你们家大业大的。给钱。谢谢小姐。老板，我可帮你拉了不少生意呢，你不得谢谢我吗？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。这是个好事儿啊！是啊。好。对对。是。回来了。下次我带你一起去。那咱们可说好了。所以你就只身敏儿，你这身衣服是旧罗芳的新品吧？真好看。当然了，得是穿在敏儿你的身上，才显得不落俗套。这崔伯父的侄子侄媳架子可真大，都这个时辰了还不现身。听说他们是从梧州来的，小地方就是不懂规矩，怕是没见过这种场面。等一下，不知道要闹出什么笑话来。嗯。对。这不错呀，这是独裁小猫啊！好。这位就是我们老爷的侄子乔焕清，和我们的侄媳妇温玉燕。来，快上座。来，这乔焕清真是俊朗如玉，风度翩翩啊。他那夫人却甚是讨厌，他惹到你了，看我的，等一下我帮你收拾他。怎么了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唉，祸水啊祸水！崔兄，我敬你一杯啊！请。味道不错啊。来。夫君，我有一些想喝羹，帮我盛一碗吧。难怪叫你这样生气，果然是有些小手段。乔夫人，不错啊，试试口口。乔夫人也太娇弱了，既然事事都要乔公子照料。严姑娘还未出嫁，自然是不懂夫妻之间的情趣。还是说，严姑娘希望自己以后的夫君对自己爱答不理的？女子想要得夫君的敬重，应当有端庄的品行。
你无非就是仗着有几分姿色，行祸水之事。乔公子可要谨慎些，万不得被一副皮囊迷惑。哼！我行祸水之事，他难道是冲我来的？不是你？想必是夫人在绣罗坊一战成名，让大家对夫人刻骨铭心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说风凉话。他方才火气那么大，分明就是你最后那一字千金加足了火。我看他这样，一会儿定还要找我麻烦，那可不都是因为你呀？你不是胸有成竹吗？还怕麻烦？崔伯父，今日你与家人团聚是大喜的日子，阿秀不才，愿献上一曲以表祝贺。好啊，阿秀可是我们济阳城第一才女啊！大家今天是来着了，有耳福。来人呐，上琴。阿秀献丑了。麻烦要来了。听闻乔夫人是梧州有名的才女，一手琴艺更是出神入化。今日既有缘在此，不知阿秀是否有幸能见识一番？哦，阿秀姑娘的琴艺当真是无双妙音啊！我就不在此班门弄斧啦。乔夫人，米儿也很想欣赏乔夫人的琴音。如果阿秀一个人面子不够的话，再加上我的呢？帮帮忙！你不是学过一手吗？哼，我还学过胸口碎大石呢。乔夫人究竟意下如何？长辈们可都等着呢。是啊。你到底帮不帮？不帮。夫君，夫君，好好说话。那你就是答应帮我了？侄媳妇儿是对这个弹琴没有兴致吗？不瞒诸位，我们成亲之初有过约定，内子琴技虽然高超，但只愿弹给我一人听。所以今日恐怕无法完成二位姑娘的心愿。可今日崔大人与公子相聚，这么多的人，破例一次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？我与夫人的约定不可撼动，若一定要听，我可以代劳。
侄儿也会弹琴？略懂。我崔家世代行伍，还没有出过这种风雅之人。来人呐，把琴重新擦拭一遍。不必，我有琴。这不是我送的那把琴吗？小姐，你喜欢我吗？这世上确实很难见到比他更出色、更好看的人了。翩翩君彩啊！侄儿，你把我们都听呆了。原先王女说秀姑娘是济阳城第一，她要是听了你的琴声，那必将称赞有加呀。是呀。看来崔大人有意要将乔公子带进府，这样咱们便不能以普通商户看待他了。那又怎样？到底还是商户出来的，不知礼数，这才冲撞了你啊！你说的对，咱们得好好教导教导他们。献丑了。事实上，我的琴技还不及夫人的1/10。果真？那侄媳妇儿，你弹的这个琴得弹得有多好啊！夫君可太是宠我了，平日里对我千依百顺，连今日都这么向着我啊。我本来啊只觉得你长得好，现在怎么看来，和我那死去的大哥确实有些相像，而且气质啊和我有些相似，不愧是我们崔家人呐。哎呀，你刚出生的时候啊，我还抱过你，后来你走丢了，大哥大嫂临死的时候都想着你，若是知道今日你生得如此出色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你看我啊，没事说这些不高兴的事情干嘛？对吧？侄儿侄媳妇儿，这次你们来的正好，再过几日就是立春，是我们济阳的水神节，你们一定要去好好热闹热闹，保准你们来了就不想走啊！立春？啊，对啊，有什么不同吗？哦，没有，只是我的生辰就是在立春，都后几天。真是太巧了，果真呐！看来侄媳妇和我们济阳颇有缘分，生辰正好遇上水神节。侄儿，届时一定要为侄媳妇好好庆生。好。老爷，于燕，有事一叙。好，那我先告辞。哎。那几位姑娘还没走，正在花园里等你呢。等我做什么？她们呀是济阳城的贵女，说实在想听到你的仙乐，所以呀诚心候之。既然都是济阳城的贵女，又如此诚心，我肯定要去会一会的。好，走。
女子有幸远父母兄弟，你看，乔夫人来了。听说诸位贵女乔夫人特意在此等我。也不是，就是几个姐妹闲来无事，坐下来闲谈。乔夫人不会嫌我们叨扰吧？今日天气好，不如我们就在这里结识会友如何？一来是有趣，二来也想瞧瞧夫人的才情。这严敏儿不会还在因为那件衣服记恨我吧？我不想作诗，也不想下棋，更不想写字，当然也不想弹琴。夫人可是瞧不上我们。此言差矣，我有更有趣的事，不知诸位想不想听？听说何妹妹又被那几个贵女给缠住了，哎，你就不能走快一点儿？你就不怕何妹妹被那几个女人给生吞活剥了？别说是女人了，就算是10个男人，也不是她的对手。你懂什么？有时候恶语比刀剑还伤人呢。哎，你没听见我说话啊？走快一点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知道各位都很关心我和我夫君之间的感情，没错，我们2人感情啊特别好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，动辄生气不理人。我夫君呢，只能耐着性子哄我，比如给我煮面，带我去买首饰、衣裳之类的。那日我夫君替我挑选衣物时，野妹妹不也在吗？所以啊，学习琴棋书画有什么难的？我生气的时候，我夫君便会将他所学的琴艺用来哄我开心。哎呀，你们窥见的不过就是冰山一角，没瞧见的多得去了。这样出类拔萃、佼佼不群的男子，却偏偏只独宠我一个人，眼里都容不下别人。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大意了，不该带你来的，走吧。来都来了，我倒要听听，他还能说什么离谱的疯话。所以说啊，这琴棋书画自然是可以学的，不过学了呢，那也是为了让自己高兴。若是讨男子欢心的话，不如学一些御夫之术。御夫之术？那你说说，什么是御夫之术？对呀，我与夫君当年是在花灯节见过一面，我并不认识他，可谁知他第2天便来提亲，非我不娶。我若是不嫁的话，他便要找棵树上吊自尽。哎呀，我想着，那好歹也是一条人命，全当是做好事了吧。况且，你们也听说过一句话吧？烈女怕缠郎。他如此的死缠烂打，我也只能嫁给他了呗。哎呀，哎，我想了想，这御夫的诀窍，不过就是一件事。一件什么事啊？你喜欢他，但也绝不能失去自我。这男女之间啊，大体得势均力敌。有些小事呢，自然有人占上风，那也得有人占下风。这其实就跟打仗一样，你若是时时刻刻都把对方看得太重，这并非是一件好事啊。对自己好一点，那自然就会有人来爱你。比如说我就是啊，我从来不会讨好挽媚我的夫君，他却视我如珠如宝，这便是结果。虽然他说的话我不太明白，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那你可得好好记住了，一个字都别漏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身为女子，最重要的就是遵循3从4德。所谓出嫁从夫，你却在这里大放厥词，你不觉得羞愧吗？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平等相处，相互尊重，有什么可羞愧的？还是说，你们觉得自己天生就比男子低一等？女子本来就不该被束缚在规格之中，局限于宅院之内。天尽星辰大，我们应该有更广阔的天地。可
可我们不知该从何做起啊。行万里路，破万卷书。行万里路有些难的话，不如就从破万卷书开始。我们平时也读书的。哎呀，除了这些教你们当淑女、为人妇的书之外，还有许多其他的书，比如说男子读的那些书，我们也可以读啊。嗯。就比如说我就兼容并蓄，不拘一格。我还和我夫君一起看过图呢。什么图？什么图？啊，壁虎。夫人。夫人在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同诸位喝茶聊天。诸位姐妹们，我先告辞了。我从未见过如此粗鄙之人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哎，正襟危坐了一整日，扮女子也太不容易了吧？比在演武场日训一天都要累得多。扮女子，看来你真不把自己当女人啊！你是不把自己的清誉当回事，还是不把我的清誉当回事？对不起啊，都督。可是我实在想不明白，这晋阳城分明是由王女执掌，可为何此地的女子却还是拘泥于德颜容宫那一套？但转念一想，千百年来，女子都被桎梏在后宅之中，一朝一夕，怎能改变行为观念呢？又怎能苛责她们呢？都督是美心胸，倒霉的却是我。唉。都督，你刚刚在宴会上是没有吃饱吗？也不知是谁，在宴会上因为灵秀而坐立难安，饭都没吃几口。所以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。谢谢都督，你心肠真好，你是这全天底下最好的人。走走走，一起吃。快吃吧，听着恶心。哎呀，你的生辰当真是立春后？我分明记得征兵册上写的是夏日。我呢就是随口一说，万一崔大人真要送我生辰礼物，那我不是可以趁此好好赚一笔啊？骗子！何事？都督，陈安喜有下落了。你现下是女子装扮，带上你容易令人生疑。行，那你们去吧。快去啊！等我反悔了，你们可甩不掉我。有没有见过一个40多岁、瘸了左腿的男人来咱店里拿药？没见过。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，他当过兵，打过仗。如果你看见了，或者下次发现，通知我，必有重谢。
都督，这翠微阁是间珠宝铺子，1个时辰前突然起了场大火，掌柜的连同伙计都逃出升天，只有新来的账房先生因腿脚不好，不幸遇难。尸骨呢？在里面，要去看看吗？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那尸骨应该面目全非了吧？确实如此。那尸骨断然不是柴安喜。都督，您的意思是，这火8成是他自己放的，尸体也是假的？也是。如果我是柴安喜，外面有追兵四处搜寻，与其坐以待毙，还不如装死，没准能获得一线生机。大火过后，季阳的坚守也更加严密，进出不易。柴安喜的身上有伤，他应该躲在城中某处。那我即刻安排人手，尽快找到他。是要抓紧。楚昭对柴安喜也是虎视眈眈，我们要先发制人。有人先我们一步，那我们还进去吗？不必了。你方才不是已经探听的差不多了吗？那个街坊只告诉我，有个人被烧死了。哪有这么小的事？柴安喜谨慎狡猾，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。走吧，要是被萧绝看见了，可就不好了。公子小心！墨水了，公子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厮古怪得很，先是暗中跟踪，又突然发难，又匆忙跑了。他究竟为何而来？用骨骼磨制武器，乃是乌托人的习惯。此人是乌托人，可乌托人为什么会对柴安喜动手？又为什么会对我手下留情？不管怎么样，继续盯紧萧绝的人，等时机到了，先下手为强。